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这里为大家分享这相学当中身上的痣有着什么样的含义。这手掌中的痣被看作是一种吉祥的征兆，手掌上的痣只要形状饱满，就是运势强盛的征兆。这样的人在朝为官必定青云直上，在商场经营是如鱼得水，在战场上是常胜将军，总之是上天的宠。但是这位置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的。接下来就和大佬一起来相术看看哪里长痣好，哪里长痣不好吧。一、眉清且眉中藏痣得意外之财。我们经常听到夸人时用到眉清目秀这个词，那什么是眉清呢？眉清其实就是指眉毛柔顺有序不杂乱，眉角清晰且眉色有光泽。若是一个人的眉毛长得清秀且眉毛中间长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眉里藏金。长有此痣的人大多脾气非常好，心地善良，为人非常的热心肠，而且做事认真负责，非常值得信赖。在事业和生活上有贵人相助，常有意外之财。二、发中藏痣，祖上有庇护，痣长得越隐蔽越好。如果头发中长痣的话，是确实非常难以发现的，也是难得的发财吉痣。在痣相学中也称闭月羞花痣。长有此痣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乐善好施，拥有一颗大爱之心，与人为善，特别的容易相处，而且天生祖运非常的好，年轻时便能承蒙祖荫，得到很多来自于家中的帮助，诸事顺利。而且这种人特别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成年后身边朋友较多，常有贵人出现，再加上自身也非常的努力，横财运非常旺，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家族繁荣发展，一代富过一代。三、地库有黑痣发横财一次。在相学中，地库指的是嘴角下方的下巴两侧位置，为人的藏金纳银之处，以饱满丰润为佳。相书中有云，地库有黑痣，富裕几辈子。如果一个人的地库长有黑痣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沉稳，事业发展也比较的稳定，女旺夫，男旺财，一生中肯定会有一次发横财的机遇。这种人善于挣钱存钱，即使抓不住也没关系，最终也能攒下雄厚的身家，一生衣食无忧。四、后脖有痣，做事有靠山。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和亲情运，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后面长痣的话，代表着靠山。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性格稳重，做人做事都比较的低调沉稳，不喜欢张扬，而且踏实肯干，很有理想和抱负，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和提拔，命中贵人较多，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能做得非常出色。不过这种人平常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有财也不喜欢外露，即使横财不断，外人往往也不知道他们是那种隐形富豪。由于太善于藏富，这颗痣也被称为屋下藏金痣。五、锁骨有痣，富贵之象。锁骨在相学中也称美人骨，不论男女，是非常影响身材的美观的，也是人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命格如何。如果一个人锁骨长痣的话，这种人天生头脑聪明，富有灵气，性格纯良，心胸开阔，凡事看得非常开，也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乐于帮助他人，因此很多人都愿意与他们结交。当自己遇到困难时，也就自然会有贵人相助。女人有此痣嫁得好，男人有此痣事业旺，注定大富大贵。六、手臂上有痣，富命常相伴。如果一个人的手臂长痣的话，在相学中也称壁垒。若是此痣长有长毛的话，有着天树开花，招财进宝的吉兆。这种人大多头脑反应比较快，做事稳妥，工作非常的积极上进，而且有着很强大的社交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再加上自身超强的忍耐力，做事非常的靠谱，能够得到领导的信任，事业上多有贵人提携，发展顺利，一生富贵。七、脚背上有痣，必有横财发。根据痣相学中左财右官的说法，左脚脚背长痣主财运，右脚脚背长痣主官运。脚背痣大多都不是先天就有的，后天长出来的居多。此处长痣的人一般性格方面比较的内敛，不太爱表达，也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工作起来却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待人也非常的真诚，并且喜欢藏拙，做人做事不露锋芒，但总会给人惊喜，是特别适合做生意或者混官场的，财运和官运都非常出色。命中有横财，要么长富贵，要么长重权。八、大拇指上的痣，大拇指及其附近有痣，代表父母亲是自己的贵人，或者父母亲很有成就。其中拇指第一节有痣者多有富荫，有商事的能力，个性果断坚决，
但为人较死脑筋，容易一错再错。拇指第三节有痣者，多为花花公子，命带桃花，性欲旺盛，易受异性的喜爱。左手大拇指有痣，代表工作努力，有责任感，得长辈疼爱。9. 食指上的痣，食指有痣，代表有事业心，勇敢，喜照顾他人。食指第2节有痣，会将权力的欲望提升，野心宏大，斗志高昂。若智慧线较差，便会为争取权力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另外，食指上有痣，说明兄弟姐妹是自己的贵人。10. 中指上的痣，中指代表自己，中指上长痣的人能力都比较强，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另外，中指上长痣的人很容易在工作环境中遇到异性缘分。11. 无名指上的痣，无名指的痣代表有耐力，能吃苦，工作运不错，但对家中的事常有不满的倾向。同时，无名指也代表配偶，无名指有痣的人容易出现不期而遇的桃花。另外，无名指的痣如果是长在手背一面的话，表示你的另一半会很有成就，但如果是在手掌的那一面，则会遇到不相称的婚姻，如女大男小，或是门不当户不对等问题。无名指上有痣的女人一定会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而且婚姻幸福美满。丈夫是你贵人，无名指上有痣的男人则会娶一个旺自己的妻子。12. 小拇指上的痣，小指代表子息，小拇指上长痣的话，说明你的孩子会是你的贵人。13. 外手肘处有痣，外手肘处有痣，说明此人善于交际，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和公关手段，遇到再棘手的难题都可以圆满解决，所以他们美名远播，有了好的名声，那么来找他们谈业务的客户自然就多了，赚钱轻轻松松。此类人也是最容易名利双收的，既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又有很强的赚钱手段，这样的人财神爷不找他都难。14. 手心有痣，在手掌心有痣，在相学上面看是很好的一种表现，手掌心长痣的人往往一生的财运都是很好的，这种手相在相学上面是一种非常好的手相特征。手掌心有痣的人代表着人生拥有了聚宝盆，这种人生活中的财运是很旺盛的，而且为人非常的聪明，生活中有非常出色的能力，做事情的时候懂得考虑周到，有胆量，有追求，理财能力非常出色。所以这种人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他们都会走得很稳妥，也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15. 手臂有痣，手臂可分外内侧，外侧的痣说明这个人交际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工作积极，能够指挥别人为你卖力，而且一生易得下属助力，即使下层对上层有所不满，经你调解后便能转危为安，因而甚得上下层的欣赏，是受欢迎的人物。手臂内侧有痣代表了这个人是拥有恒心的，很多事情都能坚持到最后，忍耐力极大，上司委派如何艰难的工作也能咬紧牙关完成，因而获得同事们的青睐及信任，更甘于为你效力。痣色深黑则会中途容易放弃，得不到同事的信任与支援，一般做事情的时候都是要考虑清楚的，不要放弃。16. 手背，手心主妇，手背主贵，如果手背上有善痣，则说明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痣，而且拥有这个志向的人很聪明，且拥有高智商和理性的分析能力，而且在投资理财方面能力不俗，属于事业成功，一生尽官尽力的好命。手背长痣且手掌肥厚，这样的志向无论男女性，在人生的道路上相对来说比他人顺利，事业上有机会得到贵人辅助，自己天资聪颖，一生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如果你的手背上长了痣，那真是恭喜你，这是大富大贵之志，是大吉之象，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如果手背上生有善痣，表示你颇善于理财，且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再加上手背肥厚的话，那更代表了你的天资卓越，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辉煌腾达的际遇，特别是老年的时候。但假使是科恶痣的话，那表示你会发生家庭纠纷，夫妇亲子之间经常会有摩擦，而且是一个颇神经质的人。因此说手背的痣是非常不错的，除了有不错的事业，而且还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有贤良淑德的妻子和乖巧懂事的孩子，妥妥的人生赢家哦。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6种可怕的女人面相，内心阴狠，刻薄自私，最好不要招惹。1.
眉毛散乱有分叉。眉毛在相学中称为交友宫或情缘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和交际状况。如果女人眉毛长得散乱不堪且排列不齐，眉尾处有分叉现象出现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心机非常重，特别的爱算计，而且自私重利，喜欢在背后使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事不择手段，但是在感情方面内心又比较的脆弱，做事特别的情绪化，缺乏理智，脾气也不是很好，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反感，人际关系非常的差，感情事业很难顺利。2. 鬼齿。所谓鬼齿指的是牙齿长得东倒西歪，看上去凌乱不堪，乍一看还比较的吓人。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脾气和健康，这种牙齿的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阴险，平时说话做事也是心口不一，属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类型，嘴里基本没什么实话，还喜欢在他人面前搬弄是非，说别人的坏话。而且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刚烈火爆，性情多变，做事容易冲动，总觉得别人都对不起他们，经常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交往。3. 耳后见腮。耳后见腮指的是从背后看，腮骨外翻明显，腮骨在相学中称为板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坚持力和耐心。如果女人的腮骨长得过于宽大的话，这种女人大多个性多疑、固执蛮横，而且嫉妒心非常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凡事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做任何事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缺乏忠诚和耐心，根本不值得信任，也不能深交，要时刻提防着他们。4. 眼尾勾圆。所谓的眼尾勾圆指的是眼睛尾部上眼皮和下眼皮交连的部位呈圆弧状。这种眼相的女人大多表面看上去非常的和善，待人也非常的谦逊有礼，但实际上心机非常深长，坏点子比较多，善于玩弄权谋和手段，而且脑子灵活，反应比较快，待人缺乏真诚，为人非常的阴险狡诈，做事也比较狠辣绝情，经常容易做一些损人利己的坏事情，还是远离为好。5. 三白眼。三白眼指的是黑色的瞳仁较小，并且靠上或靠下，有眼白露出。一般来说，常有三白眼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冷漠和自私，表面看上去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但实际上利益心非常重，内心刻薄又自私，待人处事方面也特别的尖刻和挑剔，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对金钱和权力非常的热衷，并且为了达到目的，更是不择手段，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死活。6. 颧骨高尖。颧骨在相学中称为权力之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和野心。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高而尖耸无漏的话，这种女人大多非常的自私自利，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性格特别的强势和霸道，掌控欲极强，做事特别的蛮横，不讲道理，个性非常的嚣张，在外面为了追求权力做事不择手段，在家中大事小事都要过问，不仅掌管着家里的财务，也掌管着家人，对于另一半的要求非常高，也不懂得关心和体贴对方，很少有男性能够忍受。4种最难相处的婆婆面相。好强自私，爱管闲事，家中不得安宁。第1种，眉毛高凸，眼神凶狠。如果女人年龄过了40岁以后，整个眉骨看上去较为高凸，且眉毛长得较淡，再加上眼神看上去较为凶恶的话，这种类型的婆婆大多个性非常的自私，眼里只有的利益，做事从来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而若是眉毛长得较为浓密，眼神比较凶的话，这种类型的婆婆大多性格非常强势傲慢，心肠不够善良，特别的难相处。如果嫁到有这种婆婆的家里的话，家中别想安宁，还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第2种，额头向前高凸明显。额头代表着智慧和待人处事的心胸和态度，如果婆婆的额头长得向前突出非常明显的话，这种类型的婆婆大多个性非常的好强，自尊心特别强，对他人要求也比较高，不容许他人忤逆自己，特别的爱计较，也很喜欢翻旧账，让人很难忍受。而若是额头长得较方的话，这种婆婆非常的有头脑，而且很有气势，凡事总喜欢压人一头，非常的难对付。如果遇到这种婆婆，儿媳妇很难能够抬起头。第3种，脸皮薄，两腮无肉，鼻子很高。如果一个人的脸皮长得很薄，鼻子长得较为高挺，且两腮枯瘦无肉的话，这种婆婆大多心肠非常的狠辣，做事缺乏人情味，待人处事是特别的冷酷无情，而且非常自私，凡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且自视清高，容易看不起人，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所以什么事情都喜欢强当家，而且非常的固执，经常喜欢与人对着干，容易没事找事。如果遇到这种婆婆，那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
第4种，脸型宽大，鼻子沟曲。如果一个人的脸型长得较为宽大，而且鼻子长得沟曲如鹰嘴一般的话，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的霸道和蛮横，而且喜欢多管闲事，心机还特别的深沉，喜欢勾心斗角，并且自私自利，眼里只有自己，内心还特别的阴暗。平时在外面又喜欢装作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家里大事小事都要管，尤其是牵扯到利益和财产方面的问题时，特别的计较，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遇到这种婆婆，只有忍气吞声的份了。5种贪财女人面相，挣钱能力差，人缘不好，为了钱不择手段。1. 油自怜，物质欲望重。所谓的油自怜指的是额头长得较为窄小，但是颧骨和下巴处长得较为宽大厚实，整个脸型看上去就如油渍一般。如果女人长有这种脸型的话，大多头脑比较灵活，性格也比较的粗犷，但是却非常的贪心，不知道满足，对于金钱和物质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欲望，容易抵抗不住外界的诱惑，也容易被自己的贪心蒙蔽双眼，导致判断失误，钱财受到损失，守不住钱财。2. 鼻子塌陷短小，思考能力弱。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塌陷短小，在整个面部中占有的比例较小的话，看上去缺乏气势，给人一种软弱之感，而且没有主见和魄力，缺乏思考和决断力，容易受到别人思绪的影响，考虑问题也比较简单，容易上当受骗，挣钱能力比较弱，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所以对于金钱的渴求度非常高，属于比较贪财的一类人。3. 桃花眼，感情世界多纠缠。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大而圆润且眼尾上翘，眼睛看上去水汪汪的话，这种眼睛称为桃花眼。这种女人一般个性非常的温和大方，内心也比较的单纯善良，没有什么坏心眼，在与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什么戒心，但是个性方面优柔寡断，缺乏主见，容易被他人牵着鼻子走，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不太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经常容易陷入到感情纠葛中，对于金钱和物质的抵抗力比较差。4. 两眉毛间太宽，感情上马马虎虎。两眉之间的宽窄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性如何，如果一个人两眉之间的距离超过2指宽的话，这种女人大多个性较为的开朗乐观，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大度，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也不喜欢操心，想法比较简单，尤其是对待感情方面非常的随性，不够慎重，也不会真正的付出自己的真心。若是加上眉尾下垂的话，则缺乏主见和魄力，对于金钱方面的诱惑缺乏抵抗力，容易被他人牵着鼻子走，思想和生活方面容易堕落。5. 说话谈笑6齿龈，个性十足傻大姐。如果一个人说话或是微笑时牙龈露出较为明显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温和柔顺，亲和力非常的强，内心特别的单纯，没有什么心眼，容易给人一种很傻又很可爱的感觉，但实际上很有心计，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个性比较的要强，对于感情和物质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而且为了达到目的做事可以不择手段，面对外在的金钱方面的诱惑时很难有什么抵抗力。而若是下齿龈外露的话，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冷漠，喜欢嘲讽别人，人际关系说相由心生，心地善良的人即使相貌有瑕疵，也掩盖不住善良的心，而心如蛇蝎的人即使有着天使的面孔，依然会让人觉得凶恶。通常我们说一个女人具有旺夫相，不单单是看其某个部位生得好，还要观察其他部位的组合怎么样。一般具有旺夫相的女人常见特征是圆脸，五官柔和，眼神清澈等。不过在面相学中，除了圆脸，还有其他一些脸型也预示着有帮夫运。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讲讲哪些脸型旺夫，哪些面相旺夫，一起来看看吧。7种旺夫脸型。1. 圆脸。圆脸的女性好动而乐天，不会为现实而忧心，只顾享受眼前的快乐时光，但缺点是太过活跃，凡事只是3分钟热度。若面圆鼻正，则可把不定的性格稳定下来。此外，而要有垂珠，是仁慈福寿的面相。最后是气定神闲了。面圆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气不急速，若急速者，做事定有头无尾，有始无终，身体也不会健康。丈夫会极致富有，富甲一方，能享后补。这种女性很旺夫，会令自己的丈夫很快乐和觉得幸福。2. 尖脸。尖脸女性是现代型的女强人，性格过于刚烈，很独立自主，在社会上做起事来寸土必争，能力更胜男士一筹，但缺点是不会体贴丈夫。而若尖脸女性骨气有肉包，便有个性而庄重，不致太强横了。而双目漏是火星女性的特点，
但是激烈而不露，且眼神慈和，便得到了好的调节。这种配合必得好夫，其丈夫定是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非常之贵气，而她亦能旺夫和帮夫，能令丈夫有很强运势。3. 瓜子脸。瓜子脸女性的性格是非常柔顺的，但缺点是多愁善感，容易对爱情起悲观心态。若是下巴能够长得够厚有肉，便会有很多人对她尊敬，也有丰厚的财运。瓜子口面的女性若再有眉清目秀的好相，便是非常聪明和有智慧的女性了。另外第3样是眼要有灵光，眼神望去很有光彩，令人有一种精神饱满的感觉。丈夫会极有才气，能够名扬四海。4. 国字脸。国字脸的女生看起来脸部线条缺乏柔和，不过这样的女生很实在，做事认真负责，有魄力，在工作中讲究效率，有始有终。这种面相的女性虽然没有像圆脸女性一样容易得到男人的青睐，不过她们自身能力强，也具有旺夫的潜质，婚后跟丈夫相处轻松融洽，还可以在事业上帮助伴侣提升财运。5. 田字脸。田字脸的特征就是额头偏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上有着丰腴肉质，整个脸型方中带圆。从面相上看，这种脸型的女子心胸开阔，乐于助人，也喜欢结交朋友，人缘很不错。这类人心思细腻，善解人意，若是朋友遇到困难，他们会热心帮助朋友渡过难关。因此男人娶到这样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相当于多了很多真心朋友。6. 梨形脸。这种脸型不同于国字脸的刚毅，而是一种非常柔美温婉的脸型。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容易获得丈夫的疼爱，同时自己也会对丈夫的运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健康运方面。这类女人有旺夫的体质，成家后婚姻幸福，夫家事业也蒸蒸日上。7. 方形脸。方形脸的女孩在生活中也比较常见，拥有这种脸型的女生一般性格直率，爱憎分明，年轻的时候有棱角，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会逐渐收敛锋芒，婚后转而相夫教子，持家有道。这种脸型的女性加上有一双温柔眼，性格会柔和一些，跟丈夫相处和谐，会维护丈夫，能很好协助丈夫处理好家里家外的关系，十分旺夫。相反，如果这样的脸型搭配一双凌厉的双眼，则容易跟丈夫起冲突，不利于家庭稳定。2. 10种旺夫相。1. 嘴唇厚且嘴大。嘴唇厚的女人说明她与人交际交流比较圆润，做事情干练，再加上唇线清晰自然，牙齿整齐洁白的女人与丈夫的感情甚好，生活会十分甜蜜幸福，婚姻美满。如果个性大方豪迈，但又懂得收敛，懂得如何协助丈夫，家庭和睦，夫妻生活融洽，这样自然就会旺财，也就是和睦生财的道理。2. 下巴丰满有肉。虽然如今的审美都趋向于瓜子脸，但从面相中来看，下巴饱满有肉还是更受欢迎。相书有言，风汉重仪，旺夫兴家。一级下巴丰满且有双下巴的女子，属帮夫运面相中的福相。下巴长得圆满的女子容易相处，善解人意。下巴圆润有肉者属享受型面相，有领导才能，受人拥戴，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3. 脸型圆润宽大，皮肤富有弹性。女人面相丰满圆润且皮肤光滑有弹性，说明有富贵相，这样的面相运势自然不会差。而且这样的女人心胸比较豁达，同时又是个愿意付出的人，对人比较大方，不会斤斤计较，人缘好，乐意结交不同的朋友，待人宽厚。男人娶了个这样的妻子，自己有面子又对自己有帮助，自然事事顺了。4. 鼻梁高低适中，鼻头有肉。鼻梁不高也不扁，同时鼻头丰满有肉，这样的鼻子很是旺夫。面相学中，鼻子为福星，主要影响婚姻、权力、地位。女人鼻子长得好看，自然就更容易找到如意郎君，同时还会给夫家带来好运，促进她的事业，使她事事顺意，财运亨通，步步高升。同时这样的鼻子对女人自己的事业也会很有帮助。若鼻梁高挺，鼻头圆润丰满，是高贵的象征，会助你嫁入豪门，生活从此富贵优越。5. 发质柔软。头发的发质要求要够柔软，可以有利自身的性格，减少夫妻的矛盾。如果头发又粗又密，则说明夫妻运薄，双方常有矛盾，对子女教育也是粗枝大叶。6. 眼睛有神。眼睛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注意，有一双有神的眼睛，而且眼睛要黑白分明，如此则会无往不利。如果眼睛无神，眼白处尽是血丝等，则运势低落，心焦气躁，则不会带来很好的人际沟通，不但与丈夫交流困难，且与孩子也难得到良好的沟通。7. 背圆厚实。
女人的背部上长得圆润厚实有肉，整个人的感觉非常的出色。这样的女人做事有担当，婚后能够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家庭上面，全身心的照顾自己的丈夫还有孩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且日后就算是遇到困难，也能够与丈夫同甘共苦，少不了赚大钱的本事，注定钱财运势兴旺。8. 两全饱满，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句俗语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不过这里指的并非是高颧骨，而是说饱满的颧骨。颧骨过于突出和瘦削的话，会给人尖酸刻薄的感觉。但是颧骨高度贴近眼尾，并且有肉包住，而非突出颧骨那种，便属旺夫一子相。他们对家庭及丈夫事业皆有帮助，相夫教子，头头是道。9. 耳珠厚大，耳珠厚大的女子，金钱运、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大大的耳珠自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有此耳相的女子，金钱运、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待人宽厚，尤其对丈夫、子女会体谅其心情。所谓有福音又有人缘，家人一定能接收到她的福气，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10. 女子要勾小齿期，樱桃小嘴加上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包，齿色偏白的女子和丈夫关系甜蜜，感情生活美满，能够享受美好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都知道，面相命理学上，女人有克夫之说法。其实相对而言，男人一直也有克妻之面相一说，只是古代女性地位卑微，凡事讲究3从4德，故此面相理论一直无法摆上台面。如今女性地位已然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今天大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克妻男人的典型面相特征。恋爱尚可得过且过，婚姻上一定要宁缺毋滥，聪明的你可别看走眼了。1. 颧骨高耸，过于尖锐。面部上能够展现出一个人性格特点的特征有很多，其中颧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一般来说，如果颧骨高耸的话，说明男性的性格会比较刻薄、尖锐，缺乏温柔以及广阔的胸怀。相学中将锐利的颧骨视为小人之相。当男人的颧骨看起来过于高耸尖锐的话，说明他们无法在恋爱中包容自己的爱人，即使在结婚之后，也往往会出现苛刻恶劣的一面，无法承担作为丈夫的责任。2. 肩门内凹，鱼尾纹明显。眼角后方的鱼尾纹除了代表着其人的年龄较大之外，也能够体现出命主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是很好。此外，鱼尾纹所处的位置较为靠近肩门，也就是夫妻宫，故而当男性在很年轻的时候长有鱼尾纹，同时肩门位置过于内凹的话，说明他们的婚姻运势不是很好，不像普通人在结婚之后能够迎来幸福与快乐。这类男性一旦结婚，那么个人的工作、健康以及财富收入都会逐渐走下坡路，并且还连累自己的爱人，算是运势克妻的面相特征之一。3. 头发与眉毛枯黄杂乱。虽说头发和眉毛这些面部上的毛发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但如果男性的头发、眉毛、发质糟糕，且过于杂乱无章的话，说明其人没有好的身体，而且性格也比较散漫，工作缺乏条理，是一个缺少原则的人。这类人是很难在结婚之后给爱人带来幸福的，他们不仅会因为身体原因拖累爱人，也无法为家庭带来好的财富收入，所以说也是相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男性克夫面相。
值得一提的是，平时不爱打理头发、不注意形象的男士，绝对不是一个绅士。4. 夫妻宫深陷，面相上的夫妻宫位于眼尾的两侧，无论男女，但凡此处平满者，皆可得贤内助。而男人此处凹陷者，与妻缘浅难长久。相书上说，奸门低陷，常做新郎，意指这种面相的男人很难从一而终，在婚姻的过程中给女方带来莫大的心理伤害。5. 山根有横纹，鼻梁山根处有横纹主，房妻克妻。相书说，一纹为一婚，主损一妻；三皱为三婚，主损三妻。男人有此面相，本身就属于姻缘难觅之人，即使与人结婚，也有行客之苦。6. 面大而鼻小，书曰：面大鼻细，终身艰辛。此面相的男人财运低迷，与这种面相的男人结合，女人会活得异常辛苦。而且鼻小的男人也多为尖酸刻薄之人，与他们一起生活，不仅物质生活难以满足，精神上亦会受到极大的伤害。7. 重眉压眼，眉为情缘宫，一个人的性情如何，看他的眉毛就知道了。眉粗而长，且有压眼之嫌的男人，面相属于暴脾气的人。在恋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竭力克制，但一旦生米煮成熟饭，他们的秉性就暴露无遗。稍有不顺心的地方，动辄就拳脚相加。这种男人纵使再有钱财也不能嫁。8. 眉稀，眉毛稀疏是对五官来说，一个人的眉毛稀疏，夜视仪横纵很不好的现象。而且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稀疏，代表着这个人很绝情，做事不会看人来脸色，而且是一个直男，一旦有了什么小脾气，就会让别人付出更多的代价。这种人很不好，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也会影响到家庭的运势，到最后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9. 鼻梁有疤痕，鼻梁是鼻子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鼻梁如有疤痕，说明这个疤痕是一道坎儿，很可能会过不去，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被阻拦在这个地方。而且鼻子在面相中还有克星的意思，一个男人鼻子上有疤痕，很可能就是克妻导致的。这种人的妻子身体不好，会影响到人的事业、家庭状态，所以这种男人一定不要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婚姻很不顺。10. 地格短小，地格是一个人的下巴，之所以俗称地格，就是一个人的财运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出此人的运势状况，能够反映此人的生活状态。一般下巴比较短小的人，运势都不会很好，而且如果是男人，还会有很不好的情况，对自己对家庭都是很不好。而且这种男人为人不好，心性比较乱，容易发怄气，脾气有时候还会家暴，很容易伤财伤人，得不偿失。11. 泪堂干枯凹陷，泪堂在面相中代表的是子女宫，若是男人的泪堂干枯凹陷，有深眼窝，则这样的男人子嗣后代凋零，常年就没有清闲的时候，为了子孙操劳一辈子，命中克子，而且有此面相的男人也会拖累自己的伴侣，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本事，全是靠自己的妻子养活，日后也难享儿孙福，是克妻又克子。12. 人中歪曲，人中在面相中是
生殖器官的外壳，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殖能力大小等。若是人中歪曲或是长有恶痣，则这样的男人福薄命浅，身体体质较差，在家中总是拖累自己的妻子养活自己，没有正经的工作，常年在外面沾花惹草，做出对不起自己伴侣的事情。而且人中长得不好的男人子嗣浅薄，晚年更是居无定所，与自己的孩子相处也不好。13. 山根长黑痣。山根就是指两眼之间鼻梁处的位置，上连印堂，下连鼻弓，代表的是男人的事业与财运等。若是在此处长有黑痣，则这样的男人事业受阻，经历的困难也会比较多，贫贱夫妻百事哀，更是矛盾不断，很难有幸福稳定的生活。日后若是与这样的男人结婚，不但受穷，还得受气。14. 眉头紧锁。在面相中，若是男人的眉头紧锁，总是一副苦瓜脸，凡是有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来，这样的男人天生就窝囊没出息，遇到苦难就会往后缩，生怕会伤害自己。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在外被人欺负也不敢抬头，很难有大的成就，一辈子过得辛苦窝囊，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他们。15. 眼睛无神。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若是双眼无神或是两眼浑浊，则这样的男人多半做事没有主见，常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事业受挫，很难有好的发展机会，一辈子没有大的出息，日子过得艰辛。但是对身边的人总是非常的刻薄无理，只能让别人顺从他，否则就会对身边的人冷言冷语，在外吃亏，回家耍横，典型的渣男。所以这样的男人离得越远越好。16. 印堂狭隘。印堂位于两眉之间鼻子上方的位置，在相学中被称为命宫，属于面相12宫，象征着一个人的心胸气魄、运势吉凶、性格特征等。印堂狭窄的男人大多性格狭隘，爱占小便宜，凡事斤斤计较，不肯吃亏，自私自利，经常因为这种性格招惹灾祸。结婚后对待双方的感情很冷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妻子，薄情寡义，令人厌恶。当然，相不独论，貌不单凭，毕竟命理中还有很多决定性因素，信命而不由命，知命而善用命，顺势改命才是解决之道，而不是觉得男人有了克妻面相就推倒自己的爱情婚姻，这样也是不对的。婚姻中的双方应该互相勉励，相亲相爱，才能建立美满的家庭。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让情感懵懂的女人们避免受伤，仅此而已。希望大家。老话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于女人来说，嫁对了人，婚姻是殿堂；如果嫁错了人，婚姻就是坟墓。女人都渴望嫁一个爱自己的人，结婚后过上幸福的生活，时刻搜寻着身边的优秀男人。什么样的男人才是靠得住的男人呢？有的人说，男人的好坏并不写在脸上，其实很多时候，男人的面相往往显示着一个人的个性、心思、运势等等。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面相上靠得住的男人吧，要是遇到了，可千万不要错过。1. 下巴比较丰满的男人。如果男人下巴比较丰满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性情温和，非常的平易近人，做事沉稳，并且为人正直，有着非常强的毅力，做事比较坚持，在生活中非常的有情有义，所以人缘非常的好，对家庭非常的有责任心，对老婆比较的体贴和疼爱，不仅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经济条件很不错，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也非常的有智慧，不会与老婆计较太多，是非常适合做老公的绝佳人选。2. 两全丰隆的男人。两全丰隆有肉的男人，
一般为人非常的光明磊落，做事干练，有胆识，有能力，为人非常的爽快，做事很有魄力，懂得变通，有着独当一面的领导力，并且比较的沉得住气，为人非常的有韧性，能坚持，所以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赚钱能力非常强。然而这种人在生活却非常的细心，对待老婆非常的温柔，这种男人很值得托付终身。3. 脸相方正的男人。这里说的脸相方正，不是说脸型一定是要方方正正的国字脸，只是说颧骨、额头和下巴不会过分的尖凸，这种脸型以圆脸和国字脸为主。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厚，思想比较的成熟，做事非常稳重，心胸宽广，为人非常大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同时这种人也非常的懂得生活，也非常的有情调，对待爱人非常的体贴，家里家外都能够打理得井井有条，嫁给这种男人会非常的有福气。4. 鼻子高挺的男人。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鼻梁高挺的男人一般非常的有自信，也很有正义感，对家庭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这种男人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决策力，并且做事非常的踏实，为了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工作非常的努力，能够奋斗出一个非常好的事业，财运非常出色，家庭和亲人在他们心中的位置非常重，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庇护全家人。如果遇到这种男人，一定不要错过。5. 眉毛微微上扬的男人。眉毛上扬且比较浓密，形状就像是2把剑一样，也被人们称为剑眉。男人有着这样的面相特征，那么就是比较好的。这种类型的男人做事比较的果断，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是非常有魄力的。剑眉的男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非常用心的，给人一种非常稳重的感觉，所以他们在事业中通常都能够有着不错的表现，一生中的命运都是比较顺利的，是位很不错的男人。6. 仰腮丰满的男人。在男人的面相中，腮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人们经常会忽略的。如果男人的两腮单薄无肉，而且是比较尖的，那么暗示着他们做事是非常没有原则的，喜欢贪小便宜。他们是典型的能共享福但是不能共患难的一类。女人如果是嫁到了这样的男人，那就非常不好喽。但如果是男人的两腮是比较丰满有肉，但是向外凸起的，这种面相的男人就是运势比较好的，做事有恒心，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7. 嘴巴较大，嘴唇丰满的男人。嘴唇是一个人的财帛宫，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做事的风格的。一般嘴唇比较丰厚的人，说明他们的情感细腻，做事有风格，而且很有感染力，行事风格很智雅，而且做人做事都很成功，能够很好的走向重点，在事业上能够很好的做事，而且有责任心，做事有耐心，能够很好的用自己的能力，而且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包容力很强，是众望所归。8. 耳朵肥厚的男人。老话常说耳大有福，耳朵在面相学中代表了一个人的福气。虽然耳朵肥厚与耳朵大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这样的面相本身的差距并不大，因为耳朵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部位，因此如果这个部位看上去比较肥厚的话，其实其体积本身也是已经因此而变得比较大的了，属于耳朵大的类型。耳朵肥大厚实的男人也是很不错的面相，是福相。有此面相的男人精明能干，为人诚实，又具有经商头脑，大多数在事业或者是工作上都能够有所成就，很会赚钱。这种面相的男人对家庭还十分的重视，结婚以后对老婆很关心，很会照顾，即使公事再多也会抽出时间来陪自己的老婆。9. 眼大有神的男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可以透过一个人的眼睛看出此人的心思。桃花眼者，眼长，眼尾略弯，眼睛水汪汪的，四周略带红晕，眼睛似若桃花，睫毛长，眼尾稍向上翘，瞳仁常往上面做斜视，黑白并不分明，眼神似醉非醉，令人有点朦胧而奇妙的感觉，往往异性缘比较旺，桃花朵朵开。这类人对待感情往往不能专心，容易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惑。而眼大有神的男人则完全不同，眼睛大有神的男人比较的不拘小节，他们给人一种大将风范的感觉，对于小节不是特别的在意，即使是别人不小心触碰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也会选择原谅，而不是抓着一件事情不愿放弃。他们觉得人要有防范，
学会得饶人处且饶人。你给别人温暖，别人也会温暖你。要不拘一格，这样的男人做事一般都比较的随性，遵从自己的内心，一般在感情上不会太注重情绪，而是想着一心一意对女方好，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女人遇到了不要错过。10. 眉毛浓厚的男人。老话常说，夫男子以眉为望，若眉宇稀疏，恐大事难成也。一般来说，从我们身上的印象当中，男人往往是眉毛浓厚，会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事实也证明，往往就是眉毛浓厚的人能够成就大事。眉毛又浓又厚的男人也是属于好面相，他们有主见和魄力，有勇有谋，做事干净利落，而且还特别重感情，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情，都看得很重要。每当在困难关头，总是会有贵人相助，他们也可以说是有福气的男人之一喽。这种男人一般都是可以给老婆安全感的，他们不会在外面花心，眼里心里都只有自己的老婆，即使事业做得再大也是如此。所以遇到这样的男人就不要犹豫了。11. 鼻梁高耸的男人。鼻子是我们的五官之一，我们每个人的鼻子都有着不同的形状，有些人的鼻子比较挺，有些人的鼻子则比较塌。而在面相当中，鼻子属于是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若是一个人的鼻梁很高且富有肉感的话，则这个男人不仅看上去很帅，而且将来还会很有钱。因为这样的鼻相一向有旺财之意。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是高挺的，而且是丰隆饱满的，那说明了这个男人的财运是很不错的，也有着很不错的运势。自尊心也是很强的，对各个方面都是很负责任，有着很强的责任心，眼光也是很高的，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很多方面。鼻梁高的男人不会和妻子轻而易举的产生争吵，就算是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也会征求对方的意见，不会只考虑自己，也不是那种不重感情的人。这种人能够看懂对方的心思，和任何人相处都会让对方感受到舒适，有能力闯出自己的天地。若是一个男人的鼻相或者是脸部有瑕疵的话，便应该提醒自己多加注意，努力改善弱点，扭转运势，改变命运。若是自认相貌不佳便自暴自弃的话，那么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小。鼻相不好的人，年少时期多加努力，方有可能在中年时期渡过难关。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